怎么了？怎么这么烫？陛下不用管臣妾，休息一会儿就好。孤梦的过，在梦里的火不断在我体内燃烧，和你今天的样子像极了。当时我们的痛苦并不相同，直到臣妾拥有了陛下用神魂炼化的这团灵火，臣妾才知道，陛下当初承受的痛楚是有多深。那时，姑是如何缓解疼痛的？臣妾会这样做。当初，臣妾还为陛下降过一场雪。说起来，好久没有看过雪了。等下雪的时候，姑陪你一起。好。以后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能不能不要自称为妾，你也不要自称为姑？我觉得你、我们都是很美好的字眼。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还疼吗？是你先亲的我。我亲完了。你说完就完了。别跟姐姐闹啊！睡了。生气了？没有。我们这样盖着被子聊天，不也挺好的吗？你要再敢乱动我可没办法保证只和你盖棉被纯聊天了。没关系，姐姐能保证。你作弊。你究竟为何不愿意亲近于我？我自然是有我的理由。那这个理由为何不能告诉我？还不是时候。那何时是时候？我问你，你可知何为灵符？不知。那就盖着棉被睡觉吧，等行完拜山之礼，就都知道了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
怎么就拒绝不了他的请求呢？我怎么好像来过这里似的？你想起来了？没有，就是隐约感觉，好像在梦里见过似的。那不是梦，这里是我们初识的地方。好累呀。走不动了？师祖，弟子斗胆问一句，我们爬这么高，是要干嘛去啊？不做什么。那时候你登上这高塔，差点累得在这楼梯上坐下。彼时我还没有遇到过比你更弱的人，连我养的蛇都要比你强上100倍。如今你爬着楼梯，也不会那么累了。我结阴期的修为，爬个楼梯还是没问题的。我知道，即使不累，你也不喜欢。你向来喜爱精致之物，这些灯是我把塔搬过来好心添上的，你可喜欢？哦，魔域的东西都讲究实用，极少见到这么美的。你若喜欢，我便每日为你点亮这些花灯。好漂亮啊！这花灯好像漫天的星星。喜欢看繁星？嗯。好美啊！我好久没有看到过流星了。这塔着实适合观景。这塔原先在三圣山，被我搬到这里了。看来你很喜欢这塔。是厌恶，他求了我500年。500年？那你为何还将它搬来这里？你我曾经在这里生活过，这里有你的气息，
差点忘了，我自己只是个替身。他做的这些，都不是为了我。这地方是不是少了点什么？我要杀了你！你女人死了关我什么事？虽然是我的力量，但又不是我杀的，是你自己傻算计别人，结果不小心把她给烧死了。你就知道怪在我身上。你不痛，我还痛呢。大猪蹄子，王八蛋！这火苗骂人的口吻，怎么跟我有点像？闭嘴！你把这个女人找回来了？我让你过来给她浇水，看她开血凝花，你便叫她乱说话。你这个臭女人、坏女人，怎么知道了真相还在叫啊？比起你这簇只会吐火星的小邪恶势力，我肯定要向更邪恶的祖宗势力低头嘛。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血凝花，我教的。这躺椅怎么这么像我的风格？你还挺会享受的。你教的。原主也会敷面膜吗？不过这些年，我倒没这功夫这样摊着敷面膜了。这有什么用？保持肌肤水润呀。我曾经在失去你时，独自登上过这塔。恍惚间觉得，过去这10几年，比囚在这三圣山中的500年还要漫长。清醒一点，他做的这些都不是为了你。我们之间曾经有过很多回忆，他们都真实的存在于这里。不会改变，也不会消散。其实我并不是你口中的廖廷琰。你我曾同生共死过，我怎会认错？这些都不重要，你可把今日当作我们的初遇。从今往后，我会给你重新制造属于当下你我的记忆。你可愿意
这个充满花灯与繁星的初遇，还挺浪漫的。别人再厉害的伤口，经我治疗都会好，怎么到了你这儿这么难以愈合？得到的越多，付出的代价便越大。好吧，本来想当做见面礼的。即使流光手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白玉指尖。当羡慕一面山河凝变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荒野。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醉师祖，我专门打的蝴蝶结，是不是很可爱？惹不了一生时光，就算对视万劫不复，别人要和你纠缠生生世世。他真是个奇怪的人，睡觉而已，也值得这人如此痴迷。怎么回事？我就补个觉而已，怎么就被睡了？不知道师祖还要疯到什么时候。这些人对他来说不过是蝼蚁，估计我在他眼里也一样。算了，能活一天是一天。当羡慕一面山河凝变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荒野。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醉人，弹指间爱可以化为最爱无言。惹不了一生时光，就算对视万劫不复，别人要和你纠缠生生世世不还。当羡慕一面山河凝变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荒野。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醉人，弹指间爱可以化为最爱无言。惹不了一生时光，就算对视万劫不复，别人要和你纠缠。这方寸之地，竟求了我500年。最爱
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在地间，风月最远，弹指间可以幻变，谁爱无言，惹不来等时光，就算那雨的万劫不复，也要何必纠缠生生世世不还？师祖，白鹿崖内已准备妥当。师祖，当年那场大火之后，弟子就将这白鹿崖重新修葺了一番。虽然往日的风采已不在，但是一切的事物依然如旧。师祖尽管和这位弟子安心住下。过来。弟子知道师祖不喜被人打扰，弟子特意选了一些傀儡人，他们既无意识，也无灵魂，方便师祖差遣。师祖闭关之时，师某没有办法侍奉左右。今日师祖已经出山，师家就应该尽司马家祖辈赋予的义务，不然师家再更成仙府，也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了。请师祖成全。师长们，师长们一心维护司马氏，却还能在与八大宫的斡旋之中全身而退，费心了。我会为师祖守好更城仙府，等着师祖归来。风景好是好，只是白鹿崖里只有我一人面对这嗜杀的诅咒。不知道我这条小命还能留多久。你没休息好吗？啊，不是。那为何今天不如往常一般模样了？我往常啥样啊？问题不少，废话很多，还尽是些我听不懂的胡言乱语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那些人一定要死吗？你想替那些人伸冤吗？我只想知道原因。师祖居然没生气，脾气和猫一样难以预判。喜欢这里吗？喜欢。我讨厌这里，但这里毕竟是我的家。哎，这花在三圣山见过啊。
这些花叫日月幽檀，花的种子是司马氏族人死后身体里留下的骨珠。一颗骨珠便能种出一株日月幽檀。那这不就是墓地吗？这么多花，得死多少人啊！司马氏族人死后，身体留不下来，能留下来的只有一颗珠子。以前留存了很多珠子，一部分被我撒进了三圣山，另一部分被我撒在了这里，然后就开出这些花来了。真是惊悚又浪漫。我送你一朵，自己选吧。可我摘花，您不会杀了我吧？还有，这日月幽檀最奇特之处就在于，恶人死后骨珠种出来的花，则是无药可解的剧毒，而善人的骨珠所种出来的花，则是可解毒的灵药。只不过这些花都样貌相同，无人能分辨出来。那我这朵不会是毒花吧？好像没什么事儿。哦，这样说的话，在三圣山那晚，玉蓉蓉是因为摘花中毒才死的呀。贪心的人，运气一向不好。还好，当时这花我都没敢动。不过这无药可解的剧毒和可解毒的灵药，不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吗？看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，选的应该是灵药，嘿嘿，运气不错。嘿嘿嘿嘿。我是被花毒死了吗？这里是哪儿啊？这不是师祖的小火苗吗？小火苗，都给我滚！看见你们就烦。连声音都不一样，看来不是同一簇啊。你的脾气为何总是如此之坏啊？胡说，你来的时机总是不对而已。他怎么和师祖一样用血供养灵火啊？那我明日来时，能否遇上你脾气好的时候呢？我又不曾向你们发火，谁让你们那些司马氏族人总是惹我心烦？原来他是师祖的族人。这里看起来像是从前的白鹿崖。司马鄂，你莫要再执拗下去。我不愿嫁，我绝不嫁。延续凤山一族的纯粹血脉，供养灵火是我们司马氏的使命。那我应该尽的是他的记忆。我并不爱他。胡闹！家族使命岂能用儿女情长来衡量？你与司马氏同宗但不同脉，生来便肩负着延续凤山的重任。成婚一事合理合智。你们想逼我成婚传嗣，肯定又是那八大宫的主意。你看我们如今，哪儿还像庚辰仙府的掌管者？只是八大宫延续仙府荣光的傀儡罢了。这关乎着庚辰仙府的繁荣与安稳。鄂儿，你就别再固执了。滚出去！再不走，我烧死你！太惨了，婚嫁不能自主，还要被 PUA 背负起一族的兴衰。不过，八大宫怎么还干逼人结婚传嗣的事儿？如此活着，与笼中的囚女要有何区别？只要我存在，司马氏的命运便无法改变。这就是人心的贪婪，把我们逼至绝境。若有一天，世间再无凤山灵火，司马氏一族或许能得到解脱。可如今，师祖依旧在供奉灵火。婚礼？啊，他最
最终还是妥协了。明明结婚应该两厢情愿，是美好的事，现在却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司马师与司马鄂结为道侣，绵延凤山血脉，蕴养灵山之火。八大宫真是让人恶心，难以想象，当年司马一族竟然被八大宫如此欺凌。这又是哪里？不哭啦。鄂儿，你给我们的孩子取个名字吧。那就叫他娇儿吧。这个婴儿竟是师祖。